落魄谷中寒风吹，春秋蝉鸣少年归。荡魂山处食人泪，定仙游走魔向北。逆流河上万仙退，爱情不敌坚持泪。宿命兼程命中败，仙尊毁，而我不悔。还好了。我要将空窍中4×4的元海都转换成中阶真元，需要耗费18成的初阶真元，这还是有9重帮我提炼的情况下，想要尽快达到一转中阶，就得借助原石了。公子，您买的20坛青竹酒到了，拿进来吧。现在又只剩下39块原石了。听说你今天被方圆打了。是的，更可气的是，学堂方面居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次您可得帮我出这口恶气啊！爷爷不会为你出头的，你知道为什么吗？爷爷，您是希望我靠自己的力量找回场子是吗？这只是一方面，你要记住，你是我们赤之分脉的形象，要能够独当一面。好的，爷爷。你接下来需苦练基本拳脚，把场子找回来，同时也要努力修行，争取班头的位置，这是莫大的荣耀。父亲母亲，事情就是这样子的。方圆这次犯下如此大错，估计不久后就要被学堂开除了。好了，你少说几句吧。你不过失去1块原石，去账房领1枚就好了。下去好好修行，以你的甲等资质，我和母亲都期待着你成为第一呢。那孩儿告退了。哥哥恐怕真的要被开除了。到那个时候，我该不该为他求情呢？不用求情，他连你这个亲弟弟的原石都抢，就算被开除，也是咎由自取。他可是你亲哥哥，血浓于水啊！好吧，即便你不认他，也得求情，不然别人会觉得你无情无义的。老爷，我看方圆这次肯定要被开除了。方圆不会被开除的，甚至可能任何惩罚都没有。为什么？你不是古师，不会明白，学堂里并不禁止学员之间的争斗，甚至保持鼓励态度，打斗越多，对战斗就越有帮助。那方圆抢了这么一大笔原石，就这样放过他了吗？方正是甲等资质，总有一天会比他强大，我们就利用这件事情挑拨方正，让他彻底远离方圆，为我们所用。学员们转变太大了，只是其中有一个叫做方圆的，还是一样的懒散。你所说的这个方圆，就是导致其他人转变的源头啊！经此一事，方圆毫无疑问成了公敌，被所有人敌视和孤立。少年们勤学苦练基础拳脚，他们已经决定务必要亲手把场子找回来。方圆，你抢一次不够，还想抢？每人1块原石，就可免受皮肉之苦。方圆，你欺人太甚，我要向你挑战。漠北你太没用了，看我的！方圆的战斗经验岂是他们可比的？他带着一个鼓鼓的原石袋子悠然而去。兄弟们，快来收拾场子了！我苦练7天，想不到只在方圆的手中支撑了2招，耻辱，耻辱啊！小弟跟牧人傀儡有深仇大恨吗？这么恨他？姐姐，你回来了。家族委派了侦查任务，出去了10几天。小弟，你脸上的伤痕是怎么回事？谁欺负的你？没什么事，这是我不小心磕到的。好吧，那你可得小心点。回来了，在外面侦查了半个多月，那狼巢的情况怎么样？爷爷，你怎么知道是我？除了你能仗着我的宠爱不守规矩，连门都不敲一下，还能有谁？
哪有？对了，小弟怎么被人打了？我刚问他，他撒谎了。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狼巢差不多要满了，按照这种繁衍速度，虽然今年不会有狼巢，但是来年必定冲击我们山寨。每3年基本上都会有一次狼巢，这并不稀奇，只是那狼群中有多少只雷关头狼呢？大约有3只。5月末晨放下心来，雷关头狼是狼群中的首领，最棘手的存在。3只头狼并不算多，因为青毛山上有3家山寨，每个山寨分担1条，狼巢冲击的压力就会大减。爷爷，您还没告诉我小弟的事情呢。漠北是被人打了，是他的一个同窗，叫做方圆，但是他打得好啊。爷爷，您这是什么话？漠北可是你亲孙子。莫言啊，失败和耻辱会使人进步，把这个对手留给漠北吧。你不要去找方圆的麻烦，知道吗？是，爷爷，孙女明白了。爷爷，你有你宠爱孙子的方式，而我莫言也有爱护我小弟的方式。古月方圆，终于找到你了。古月方圆，你大祸临头了，居然敢打我们漠北少爷！你就是方圆，呵呵，吃的挺香嘛。谁告诉你我是古月方圆？主子，奴才。他虽然有方圆的画像，但也知道方圆和方正是孪生兄弟，相貌极为接近。难怪这个少年有恃无恐，原来他是方正。方正是甲等天才，纳入族长一系，可不是方圆能够比的。该死！你不是想找方圆吗？跟我来吧，我带你去学堂宿舍找他。如果眼前这人是方正，我不想得罪他；如果是方圆，我跟着他也不怕他假冒。好，我跟你去学堂。站住！家族学堂只允许本族古师出入。放肆！连我都不认识了，居然敢拦我！莫言小姐，小的们都把您印在心里呢。这样吧，您可以带一个家奴进去，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莫言虽不情愿，但在族规面前，他也不敢公然违背。莫家虽然强盛，但是也有赤家和族长一系相互制衡。你们都留下，高婉跟着我。多谢大小姐赏识。学弟，你最好解释清楚，这里可没有人。我不就是人吗？我要找的是方圆，不是方正。我可从没说我不是古月方圆。我看你真是狗胆包天，连姑奶奶我都敢骗。莫言，你可要想清楚了。家族中明文规定，学员在学堂中是受到保护的，任何人不得擅自闯入宿舍擒拿学员。莫言只想教训一下方圆，但绝不想承担违背族规的风险。我自己违背族规也就罢了，就怕连累到家里。现在你已经找到方圆了，你有什么话就说吧。他和莫言的距离只有1步之遥，但因为族规，却成了天堑般遥远。方圆啊方圆，你倒是对族规研究得很透彻嘛，可惜你也只能暂且拖延罢了。姑奶奶，我就不信你不出来。那我更要看看你能堵我到什么时候。若是第2天的课堂上没有我的身影，学堂家老追查下来，你觉得我会怎么说？你真以为我不敢拿你怎么样？那你动手吧。你以为我会中你的激将法？方圆早已看破了莫言的心性，他转过身，将后背完全暴露。此时莫言来抓他，极可能一击得手，但是莫言却没有动弹，好像前方有一座无形的大山阻碍着他。真是可悲啊！有的时候，阻止人行动的，往往不是物质上的难题，而是心灵的枷锁。规则是用来利用的，而不是被它束缚。这个方圆居然当着我的面修炼，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
他恨不得直冲上去给方圆帮2拳，但是他知道自己不能。莫言忽然感到有一丝后悔，他现在有一种骑虎难下的尴尬。方圆，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高婉，你给我盯着，我就不信他不出来。小的遵命。古尸要提升境界，就得不断的消耗真元来温养空窍。你个区区丙等的资质，充其量不过是个2转古尸，有什么好修炼的？单凭你一个人，怎么能和我们整个的墨汁分家抗衡？九重，寻常学员要晋升修为，都是用1转初阶的真元，而我用9重提炼的中阶真元，效率比他们高出至少2倍。同时用中阶真元催动月光骨，发出的月刃也更加强大。直到元海中都被提纯精炼成1转中阶真元，方圆这才睁开双眼。看来那个2转女古尸已经离开了，留下这个高婉在这里看守我，呵呵。你终于舍得出来了，乖乖的束手就擒吧，跟我走，向我家大小姐磕头认错吧。臭小子，不知死活！这个高婉已经处在凡人武艺的巅峰，单论拳脚不是他的对手。古月山寨中，只有古月族人才有修行古尸的资格，但是凡人可以修行拳脚功夫，就像眼前的高婉，足以杀死1转初阶的古尸。这个小子太阴了。高婉在外面待了大半个晚上，身子都被寒潮湿气包裹，反应有些缓慢，刚刚一击就差点被方圆得手了。不能再大意了，抓住这个小子，到时候大小姐说不定。反正1转初阶的月刃，我扛得住。打劫学员们时，方圆以制服为主，现在和高婉相斗，他不再留手。这小子招招不离要害，我却不能下杀手，看来只能等他力竭再活捉他。方圆并没有占据上风太久，此刻他已经气喘吁吁，而高婉气息仍旧绵长幽深，双方的体力有很大的差距。小子，你打不过我的。族规中有规定，在学堂不能动用月光，你今天完蛋了。我现在身体还没有长成，素质不如这豪奴，看来只能……小子，你在学堂里动用蛊虫战斗，就是违反族规。违反了又如何？他学习族规，从来都不是为了遵守族规。怎么会这样？1转初阶的月刃怎么可能切断我的骨头？这只有1转中阶才能做到。他当然不知道，方圆虽然只是1转初阶的古尸，但是因为9重的提炼，却有了1转中阶的真元。不好，这小子有古怪！救命！救命啊！你走得了吗？怎么回事？有人叫救命呢？这只是个家奴，犯不着帮他。把他留下就已经是给墨家面子了。方圆不过是个文弱少年，但是却杀了一个强壮的成年人，这就是古尸的力量。高婉的伤口会暴露我中阶真元的秘密，进而暴露9重，从而联想到花9行者。可是看到的人又太多了，难道把他们都杀了？方圆公子，这里交给我们处理就好了。刀给我。你们听说了吗？方圆杀人了。当时好多侍卫都看到了，那人想要求饶，方圆不允许，直接打了。不止呢，方圆连尸体都不放过，拖回了宿舍给分了。真的假的啊？骗你干什么？听说是墨家的一个家奴。那漠北这下麻烦了。漠北脸色苍白地坐在位置上，没想到方圆居然杀了人，还杀了他熟悉的高婉。我竟然和这种凶残至极的人打过架，我居然还活着。
学堂家老对于一个家奴的死并不在乎，在古诗的世界，力量至上，杀人是极为平常的事情。但眼前这个少年不仅第一次杀人，还将其尸体砍成肉泥泄愤，这就不简单了。方圆，知道我召见你是因为什么吗？我在学堂里动用月光蛊，违反了族规，应该受到30块原石的惩罚。你休要在老夫的面前装傻！我问你，高婉之死是怎么回事？高婉此人以下犯上，不仅堵我的房门，还想杀我。我为了自卫，不得已动用月光蛊，侥幸杀了此贼。我怀疑此人是其他山寨的卧底，还请家老明鉴。现在高婉死了，随便方圆怎么说都可以，他只是个家奴。学堂家老对此根本无所谓，但是他担心的是墨家的反应。他管理学堂，需要给墨家一个交代。那我问你，高婉的尸体你是怎么处理的？我把高婉用一个木盒子盛了，放到了墨家的后门口。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多说无益。你先下去，过几日就有惩处下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人啊，你不能死，你死了，心就没了。我希望就将会失去栖息的地方。我也不想啊，但是天地要我死，我不得不死。凡事都有希望，只要你抓住兽骨，你就能增添新的兽骨。可是兽骨静止时，谁都察觉不了它。当它飞行时，比光还快，我怎么可能捕捉到它呢？人啊，凡事都不要放弃希望。我告诉你，在大地的西北角上有一座大山，山顶有一个洞，洞中生活着一猿一方2只蛊虫。你只要能降服这2只蛊虫，就可以捕捉天底下所有的蛊虫，包括兽蛊。人族已经走投无路了，这是他剩下的唯一希望。于是他耗尽千辛万苦，来到了2只蛊虫所在的山洞。但是山洞中一片黑暗，他耗费了许多时间，始终走不出这茫茫的黑暗，更谈不上降服那一猿一方2只蛊虫了。就在他陷入迷茫的时候，有个声音从黑暗中传来：人啊，你也想来捕捉我们吗？你回去吧，就算是你有力量蛊和智慧蛊在身，也是不可能的。力量蛊和智慧蛊早就都离我远去了，我已经寿元无多。不过只要我心中还有一丝希望，就不会放弃。我明白了，你已经将心交给了希望蛊，你是说什么都不会放弃的。那既然如此，我们就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说出我们俩的名字，我们就为你所用。人族愣了愣，要准确的叫出2个名字来，这根本就是大海捞针。但他已经走投无路了，只好硬着头皮说名字。他说了许许多多的名字，耗费了很多时间，但是黑暗中都没有回应，显然都叫错了。渐渐的，人族的气息越来越弱，在这个山洞中，他从老年迈向了暮年。人啊，你快死了，我们可以放了你，但是你冒犯我们，作为惩罚，就把希望蛊留下吧。我就算是死，也不会放弃希望。他继续开口说出名字，终于在他只剩下1天的寿命时，他说出了一个句字：人啊，你说出了我的名字，从今天开始，我就听你的命令。但是只有我们兄妹在一起，才能为你捕捉全天下的蛊虫，否则靠我一个蛊的能力是不行的。所以你放弃吧。人族没有理会他，抓紧时间继续说话。就在他生命最后1个小时的时候，无意中说出了“龟”这个字，霎时间黑暗消失了，2只蛊出现在他的面前。正如希望蛊所讲，1只蛊是方的，叫做局；1只蛊是圆的，叫做规，合起来就是规矩。人啊，你是第一个降服我们的人，但最好不要让其他生灵知道我们的名字。知道我们名字的越多，我们就得同时降服他们。现在说出你的要求吧。那我就命令你们先给我捕捉1只兽蛊吧。好的。规矩2股合力，捕捉来了1只80年的兽蛊。人族已经是100岁了，吃了这只兽蛊后，又重新成了20岁的青年。今天就讲到这里，回家喽，乖孙子。规矩，相信碍于规矩，墨家不会追究高婉的死了。我叮嘱过你什么？看看你做的好事。爷爷，您不用发火，那个家奴死了也就算了，反正他又不姓古月。哼，那个什么家奴死了无所谓，但你现在作为长辈去插手小辈的事情，这是坏了规矩。爷爷息怒，只是孙女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那个方圆先是骗我进入学堂，后来又躲在宿舍里不出来，我一走他就杀了高婉，实在是阴险无耻至极。那这个方圆现在看来倒是有些意思。
来人，把那个盒子拿过来。这是什么？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这是方圆早上放在后门的，他这是想息事宁人，但墨家还抓住这事不放，他就会将剩下的盒子抛洒在正门，彻底闹大此事。到那时，全族都会知道是我们墨家先破坏了规矩。爷爷，那现在怎么办？此事由你而起，罚你禁闭7天，从此以后不要再找方圆的麻烦。高婉是墨家的家奴，墨家也有管教不严的责任，就赔偿那方圆30块原石吧。是商队来了。是了，如今已经是5月份，商队也该来了。贾老弟，今年来的有些迟啊，一路辛苦了。让古月兄久等了，路上碰到了一群幽血蝙蝠，损失了不少好手，因此拖延了不少时间。能来就好，周真已经备好了酒菜，免我为老弟接风洗尘。族长的态度十分客气。古月山寨需要商队每年都来贸易，而商队也需要和气生财。来一来，看一看上等的蓝海云茶砖，蛮力天牛骨，能暴涨1牛之力，走过路过不能错过。知心草，上等的知心草，1斤只要2块原石。知心草是蛊虫的辅助食料之一，它能和一些食物搭配起来，喂养蛊虫，节省成本。这些天我抢了2次，总计118块原石，但最近我不断消耗中阶真元，温养空窍4壁，每天都要消耗3块原石，再加上其他费用，现在手中还有98块。方圆心中算计了一下，就转移了视线，因为此刻有更重要的事情。如果我没有记错，那只赖土蛤蟆就在这里吧？前世就有蛊师就在第1晚赌到了它，因此大赚了一笔。没错，这是一家赌石场。在这个蛊的世界里，蛊虫有各自特定的食物，没有食物，蛊就会慢慢饿死。例如月光蛊没有月兰花瓣，可能就会封印自己陷入沉睡。这个时候，他的身体会被空气中的灰尘积累，慢慢变成顽石。当然，不是所有的石头里面都有蛊虫。像这种小型赌石场，石头中基本没有蛊虫，就算是有蛊虫的石块，也大多是死蛊。不过一旦赌到了活蛊，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大赚一笔。但如果蛊虫极为珍惜，那么不是飞黄腾达，就是被杀人越货。这位公子，您需要什么蛊虫？这边第1个柜台的石头只卖5块原石，中间的10块原石，最里面的20块原石哟。我先看看。500年，真的太久了。记忆都模糊了，只是隐约记得商队到来的第1晚，有一个蛊师花了10块原石，买了块紫金色泽的化石，得到了一只赖土蛤蟆，他因此赚了不少的原石。方圆看了一会，眉头一皱，这柜台上泛着紫金光彩的化石有20多枚，他的原石最多能购买9块，但他必须留下一些维持生活，所以最多只能购买7块。这块石头紫金如星点缀，但是扁平如饼，排除。这块紫金耀眼，但是只有拳头大小，装不下赖土蛤蟆，排除。方圆不断打量观察，排除筛选，蛊虫封印沉眠之后形成的化石浑然一体。世间大多探测手段基本无用，因此赌石只能靠猜测，靠运气。但是方圆不同，他靠着500年的经验和记忆，最终选定了6块石头。我要购买一些石头。原来是新手，那你要选哪1块呢？这6块我都要了。好的，一共60块原石。这是哪家的阔少爷？若是能攀上他，也许就不必在这里当一名店家的伙计了。有人开始赌石了。我们看了1个多小时，都不敢下手。现在有人试水，看看也好。这位公子想要当场解石吗？本赌场免费为您开印解石。我是第1次赌石，意义重大，我要亲手解。这份豪气，果然是个阔少爷。切，有钱就了不起啊！又不知哪来的混小子，出来糟蹋父辈的血汗钱。小伙子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哪有靠这样选石的？简直是把原石往水里扔。
公子好手段。这个少年倒不是一无是处，有一手真功夫。不过这个手法用来解释还是太粗暴了。果然是不靠谱。公子还有5块石头呢。别看了，靠颜色选石头，根本就没有赌的必要。他要是能赌出好股，我把地上的石粉都吃下去。公子不要灰心，不是还有3块吗？您才解开一半而已。咦，好像有东西。石料变化了，不是紫金石材，出现了一种黑墨色。公子，接下来请小心解石了，千万不要动作太大，沉睡的蛊虫都极其脆弱，若是用力过猛，就会误杀了里面的蛊虫。可惜了，浪费表情，还以为真有蛊虫呢。公子，你的运气其实也已经不错了，第一次就能赌到个石中石，寻常人也做不到呢。方圆没有答话，而是继续取出第5块紫金石。不会真有料吧？我感觉是有，好像真的有。看到手中的黄泥土球，方圆表情不变，心中却微微一动。小子，悠着点，这土球我贾金生买了。小子，悠着点，这土球我贾金生买了。属下见过2公子。2公子，他刚刚又自称贾金生，难道是那个商队领袖贾父的弟弟吗？小弟弟，这么小年纪就赌石是不好的。我出40块原石买你手中的土球怎么样？40块已经不少了，而且里面未必会有蛊虫。只是本公子念你第一次赌石，算是给你回点本钱。40块原石吗？看来你想要强买了，这可是要坏赌场规矩的，而且还是在青毛山上。你是想欺负我这个姓古月的吗？贾金生原以为方圆这样的少年比较容易对付，但没有料到方圆一句话就将他陷入到不利的局面。小兄弟误会了，我可是这的掌柜，怎么能坏自己的规矩呢？只是看你的土球有趣，想买下来罢了。你要是不卖，那就算了。我的天，真有蛊虫啊！这是赖土蛤蟆，该死的，真是赖土蛤蟆！这少年撞大运了，我怎么就没这运气？竟然是赖土蛤蟆，这可是稀有的2转蛊虫，价值500块原石啊！亏大了。他心胸狭窄，善计好妒，最喜欢干的事是占别人便宜。他在这里布置了严密的眼线，一旦有人可能要开出蛊虫，他就会出现，一般都会强买下来。不，也许这小子并不识货。虽然开出了这只赖土蛤蟆，但我应该能压住价格收购下来。赖土蛤蟆2转蛊虫，每吨食用1斤黄泥，数量稀少，是炼成宝器黄铜蝉的必须主骨，市价500块原石。贾掌柜，你要收购吗？你竟然知道的这么清楚？你若不愿意，那就算了，相信会有人愿意。我买了。公子，您这块原石不解了吗？多亏了中阶真元，否则我还无法连续解石5次。他从赌石场出来后，就直接回了学堂，毕竟才不外露。若是有高阶蛊师起了歹心，以方圆目前的情况，还不能招架。钱财都是身外物，人因财而死是可悲的。原石本来就是拿来用的。果然什么都没有。不过我的目的只是私下解石，制造假象，以后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说，9虫就是从这紫金化石中开出来的。
现在青毛山已经没有什么宝藏了，倒是在白骨山有一位正道四转古师的力量传承，但是需要2人同心协力才能通过。不过花九行者那个影币，也许我可以卖给商队中的某个商家。商铺一般会开设3天3夜，今夜已经是第2个晚上，所以想要买点东西，我们就得赶紧了。昨天看上了一只金钟骨，何掌柜砍了半天价都不肯少，今晚再去看看。你们听说了吗？昨晚有人居然开出了一只赖土蛤蟆，足足赚了500块原石。你这奸商还敢抵赖，居然敢在青毛山上蒙骗你家古月大爷，是想找死吗？你不要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说这股是黑石骨的？你有什么证据？你这奸商还敢抵赖，居然敢在青毛山上蒙骗你家古月大爷，是想找死吗？你想要闹事敲诈，也要分清楚对象。我哥哥就是贾父4转古师，你能奈我何？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贾父来了，头领来处理纠纷了，大家让一让。贾父大人有礼了。你好，这位年轻的古师有什么问题吗？青年古师有些受宠若惊，又行了一礼，然后将整个事情和盘托出。弟弟，这是真的吗？此事我已明了，这件事完全错在我弟，让这位小哥蒙受了损失，实在是对不住了。贾父大人，您可是4转古师，我不过只是个2转，这使不得呀。这事和修为没有关系，错就是错了。我代表商队向小哥你道歉。这样吧，你损失了250块原石，我代表贾家双倍赔偿你。贾父大人英明。身为4转古师，却不恃强凌弱，贾父大人真乃正道的楷模啊！哪里，我们贾家经商，诚信为本。只是我这弟弟喜欢捉弄别人，其实心底还是善良的。希望大家能多多海涵。哼。看来花九行者留下的那影币可以出手了。掌柜的，酒呢？快给我端上来，还怕我给不起钱是怎么的？贾公子，您的酒来了。贾金生在兄弟几个当中年龄最小，且和父亲最像，因此很受父亲宠爱。但可惜他只有丁等的天赋，从小到大他就活在几位哥哥的压迫挤兑当中。他不甘心，他想要反抗，但是碍于资质，他做不到。最近父亲感到大限将至，想要分割家产，于是让一干兄弟每2人领一支商队，许诺依照各自的成绩分割家产。贾金生想要依靠自己的方式来获取家产以及家族的承认，但万万没有想到，他再一次成了哥哥贾父的踏脚石。在贾父出现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又中计了，这事情从头到尾就是个阴谋。想要对付你哥哥吗？我可以帮你。是你开出赖土蛤蟆的那个小子，怎么你是想来戏耍我吗？我有一笔大生意，你若想取得更好的成绩，分到更多的家产，不妨听听看。家产的事情你怎么知道？贾家寨的这些破事又不是什么机密，怎么瞒得住这世上的有心人？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泄露出去也不奇怪。但这是否会是贾父的又一个陷阱呢？但不管如何，先听听看也无妨。你且附耳过来。你应该听说过花九行者吧？我在山寨外发现了。情况就是这样。这生意牵涉到青毛山的3大山寨，我们做商人最忌讳掺和到地方势力的内斗里去。哼，你是贾父派来陷害我的吧？我知道你对我有所怀疑，但是现在的你被你哥压得死死的，已经快输得一干二净了。你若相信我，还有一丝希望，就看你敢不敢赌这一把。贾父不过是年龄大点，我从来未承诺过他是我哥。不过你说的不错，这把我赌了。2000块原石，不二价。这价格太高了，这买卖可是冒风险的。风险越高，收益越高。你若犯到那2家山寨，保管赚得更多。
这点我倒是相信。这些年白家寨实力膨胀得很快，又出了一个甲等天才白宁兵，青毛山的势力格局已经在逐渐的改变了。你们古月山寨的霸主地位已经动摇，我若卖给白家，相信至少能赚1倍。这个贾金生到底是有出生背景，对青毛山的局势掌握得如此透彻，看来不是那种一无是处的纨绔。2000块原石成交，不过我先要看看货。应该的，跟我来吧。我赌对了，看来你们那个4代祖先也不怎么样嘛。这也没什么，古月一族需要一个英雄，所以4代就成了英雄。不久之后，白家寨需要一个卑鄙小人，4代就会成为一个卑鄙小人。英雄或小人，不过都是他人的看法罢了。小兄弟，这话说的妙极，可惜了一个5转强者。老弟，你应该从他身上捞到了不少的好处吧？都过去了这么久，很多蛊虫都死了，我只得了1只9虫。不会吧？别的不说，我知道花九行者手中有一头著名的千里地狼蛛，这可是5转坐骑蛊虫，体型庞大，极为擅长钻土地遁。花九行者是魔道中人，能纵横潇洒，就是靠着这头千里地狼蛛，使得他屡屡从正道人士的包围网中地遁逃走。居然还有这回事！这千里地狼蛛和花九行者几乎形影不离，依我看，这山中密洞就是千里地狼蛛开辟出来的。老弟，你不要再遮掩了，花九行者死在这里，肯定就有他的千里地狼蛛。方圆眉头皱得更深，他隐隐感到一种不妥，目光悠悠的道：会不会这头千里地狼蛛事先就被4代算计困杀了？那这事就更蹊跷了，这密洞不可能自然形成，定是花九行者临时开辟出来的。没有千里地狼蛛，难道他有其他别的手段？方圆感到越来越不妥，刚刚从贾金生那里得到的新情报让他隐约发现似乎有什么关节他漏掉了，他不禁陷入了沉思。贾金生也在思考，影壁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了。当他确信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之后，他极想从方圆的身上挖出花九行者的遗藏。两人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异变忽然发生。我就是花九行者后来人，不管你是谁，能让我这影壁不断回放近100天，足以证明你对古月一族没有好感。很好，你就是我的继承者了，我的遗产都留给你，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给我覆灭古月一族，屠灭山寨，鸡犬不留。5转强者花九行者的传承。天哪，5转强者这是什么概念？3转就是家老，4转就能成一寨之主，而5转古师就是山主，能雄霸一山，作威作福。想不到这个小小的地方居然有5转古师的力量传承，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啊！我虽然只有丁等资质，但是继承了花九行者的遗藏，说不定能成为4转、5转的古师，那样的话就能和贾父相抗衡了。等一等，我差点忘了，还有一个外人呢，怎么办？难道要让我和他平分了这遗产？不，杀了他！只有杀了他，才能保住这个秘密。对，先稳住他，就说平分这一藏诓骗他，让他去了戒备之心，然后我再突袭施展杀手，把他杀死在这里。这地方隐秘真是好啊，就算杀了他，也是人不知鬼不觉。你，杀人就杀人，还想那么多？真是天公作美啊！他在昨晚杀了贾金生，处理了现场，但是事发突然，总有些不妥当的地方。这大雨一下，大大减弱了依靠气味的侦测手段。当然，时间一长，暴露的可能就越大。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奇妙蛊虫，侦查手段极多，就算是方圆，也只是知道其中的一部分罢了。贾金生修为虽然薄弱，但是地位特殊，商队中每个人均忙得焦头烂额。因此，短时间不会发现他的失踪，但终究会发现。到那时，贾父必定回来调查，真正的挑战才会到来。其实，贾家家主刻意安排贾金生和贾父共领商队，就是要让贾金生遭受打击，让他认清楚现实，今后安安分分过日子。同时，也在考验贾父的心性。若是连自己兄弟都不容，怎么可能把贾家族长之位给他呢？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棋子。方圆在心中暗暗感叹。
贾金生是个很合适的棋子，掌握他对将来有很多用处。一来，在他身上能建立一个稳定的销赃渠道，为将来杀人夺宝做准备；二来，方圆隐居幕后，利用他和影帝挑拨青毛山上3大山寨的矛盾，引发内战，自己渔翁得利；三来，依靠他来打入贾家内部，未来贾家家产纠纷引发的斗鼓大会，方圆完全可以在其中谋求到最大利益。我现在的修为太低，做起事来束手束脚。若是有个棋子为我所用，就可以干一些我不能出面的事情。只是没有料到，花九行者居然留下了力量传承。花九行者的传承出现，打破了方圆的原计划，而影壁异变之后，先前的画面统统消失，只出现了一行写字，提示方圆打破影壁就能得到力量的传承。仓促之间杀了贾金生，这件事后遗症颇多，只是暂时没有显露出来罢了。这样一来，暴露九重的方式就要修改了，还有石缝密洞暂时也不能去，近期都要缩在山寨之中，防备不久后的调查。不过这样也好，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大量消耗原石，突破到中阶，而我的实力也能增长1倍，到时候继承花九行者的传承也会更有把握。魔道中人的传承可不像正道人士那么温和，通常都会有惊险的考验，若是考验不通过，往往付出的就是生命的代价。贾金生，其实我不想杀你的。古月漠北被击出场外，古月方圆连胜33场。哼，这次又输给你了。不过你不要嚣张，终有一天我会打败你的。刚刚那一脚已经把你踢出了内出血，你还是先把伤治好再说吧。这点小伤算什么？不要紧，这点伤势经过治疗，休养几天就好了。只是这几天要暂停练拳，不能再剧烈活动。漠北虽然拳脚功夫很好，但还是打不过方圆啊。方圆太厉害了，根本就没有人能打得过他。漠北居然被打得吐血，真是可怕啊！我可不想跟这个家伙打。哎，可是教头说了，今天是实战练习，打擂台，每个人都必须上去打一遍的。下一位。没人应答，平日里有勇气挑战方圆的只有漠北、赤城，还有方正3人，但是这3人都已经被打了下去。教头看着学员们胆怯畏缩的表情，眉头紧紧皱起来，他不由得想起学堂家老关照他的话。这些天方圆的风头太盛了，必须压一压，其他所有的学员都被他压得抬不起头来，长久下去，他们心中的勇气也会被磨灭，就会变成怯战的羔羊。你们都怎么了？方圆再强也才15岁，他又不是怪物，拿起你们的勇气来，让我看看你们心中古月一族的骄傲。但是他真的太强了，我们根本就打不过他。和他交手的同窗都好惨的，漠北甚至还被打得吐血了。方圆出手越来越重了，教头，我们不敢跟他对打呀。学员们懦弱的话语让教头气得差点跺脚，他在场下看得很清楚。方圆车轮战打下来一点都没有休息，方圆下手越重，越说明他不像先前那样得心应手。若再加一把劲，再上几个人，就能将他当场击倒。一旦击倒了方圆，他的威慑力就会暴降，学员们的勇气就会被激发出来，打压方圆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但是现在，学员们都被方圆撑起来的虎皮给唬住了。有时候击败自己的不是强敌，而是自己的心。方圆，你也有错，你出手越来越狠辣了，同窗之间切磋，怎么下得了如此重手？接下来若再把同窗打得吐血，我就判定你输，让你下场。教头，你错了，切磋打斗自然要全力以赴，不然怎么能起到锻炼的作用呢？难道将来作战的时候，我们也能要求敌人留手吗？哼，你出手歹毒，伤害同窗，还敢强词夺理。教头，你又错了，是你安排了这场切磋，又将头名奖励拔高到20块原石的地步，没有你的鼓动，这些人能受伤吗？混蛋，你还想不想要头名奖励了？你再狡辩的话，即便得了第一，我也会判你输。你如此不团结友爱，又擅自顶撞师长，怎么能有资格得到20块原石奖励？
不过一场输赢20块原石而已，你以为我稀罕？你。虽然影币没有卖出去，但是方圆手中却有数百多块原石。况且他此次上场也不是为了原石而来。体力不够用了，身体到底只有15岁，又没有相关蛊虫的辅助，连续对战33场，已经接近了极限，经验到底不是万能的。其实拳脚教头的心思他早就看破了，自从他杀了高婉之后，敢向他挑战的人就越来越少，勒索的时候更多的人都是直接贡献了原石，长期下去方圆会给其他少年心中留下阴影，这是学堂家老绝不想看到的事情。他想看到方圆的失败，方圆一旦失败，他在前期树立起来的不可战胜的形象就崩塌毁灭了。但是对方圆来讲，他需要这样的威慑，才能让勒索原石的行动更方便。都愣着干什么？还有谁没上擂台的？继续上！第1名可是20块原石的奖励，你们不想要了？哎，早知道如此，我也不用急着上场，也不至于被方圆轰下台来。真是可惜，没想到方圆下场了。他真勇啊！你们看，连教头都拿他没办法。教头听到学生的窃窃私语，顿时感到自己的威信在不断下降，他心中烦躁得很，真想狠狠地惩治方圆一番，但方圆根本就没有犯错，主动下场是被允许的行为。如此粗浅手段，这个教头还真有些可爱。如此粗浅手段，这个教头还真有些可爱。方圆这个小子有些滑溜啊，本身精通学堂规定，让人挑不出毛病，想抓住他的把柄还真是有点难办。不由得学堂家老心中就对方圆产生了一股淡淡的厌恶。我执掌学堂多年，早已做到心如止水，一视同仁，怎么对方圆却失去了这份平常心？是了，方圆这个小子骨子里藏着一种傲慢，他根本就不把师长放在眼里，往届当众反驳师长的现象也有，但说到底他们心底还是害怕的。但是方圆他不怕，他把违抗师长的事情当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学堂家老可以容忍比方圆更刺头更调皮10倍的少年，那是因为这些学子都知道怕，只要冲动就不会脱离掌控。不对家族产生敬畏的人，就算是培养出来，又怎么能够为家族所用？这样的人必须镇压，否则都不敬畏师长。作为学堂，还怎么管理学员呢？学堂家老在心中下定了决心，但他很快脸上又浮现出一股愁容。但是没有方圆的把柄啊，本来寄希望于拳脚教头，看来要压住方圆的风头，只有等到其他学员率先晋升到一转中阶了。学堂家老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心中早已估算过，真正有希望率先晋升的只有古月、方正、赤城还有漠北这3人。接下来就是设立班头、副班头，他要修行就需要资源，总得竞争这些职位和奖励。日子久了，他总会有羁绊，不愁他今后脱离家族的掌控。小弟，听说你今天受伤了。姐姐，你是担心我今天被打得吐血，会因此有了阴影吗？哪有，姐姐最了解你了，你有百折不挠的斗志，是我们墨家未来的掌权人，怎么可能会被这样的小伤势吓住？姐，你知道吗？虽然我这次又失败了，但是我在交战中听到了方圆那家伙的急促喘息，这已经透露出他的虚弱，他却没有大多数人想象的那般强大。总有一天，我会堂堂正正的击败他。好，不愧是我墨之一脉的好男儿。我已经有了计划，正好趁着这些天来温养空窍4臂，完成从初阶到中阶的晋升。先取得班头的位置，把方圆那家伙的风头压下去，让他知道古师修行真正注重的还是资质。你这么想，姐姐我就放心了。姐姐以前也只是副班头，你若当了班头，也算是为姐姐弥补了遗憾。姐姐你就放心吧，班头的位置我必取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真元，一种真元一旦进入空窍，就会引发空窍中原有真元的反抗。古月赤城若不压制，必定会引发真元对冲，从而对空窍造成损伤。空窍一旦受伤，轻则修为下降，重则资质降低。一旦空窍完全破碎，古师就是直接死亡。谢谢爷爷，每隔3天都要给孙儿灌注真元，温养空窍，让您劳累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的资质只有丙等，若单靠你的力量，想要晋升中阶，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这样一来，你就会露馅。所以这个方法虽然凶险，也不得不用了。孙儿明白爷爷的良苦用心。此法有一个很大的后遗症，就是峭壁是被我的白银真元温养的。你的空窍中掺杂了我的气息，一种气息越来越多，空窍就不纯，是对你的拔苗助长，会缩小你将来的发展空间。爷爷，为了我赤家的将来，孙儿愿意牺牲个人的前景。能有这样的心思，很好，很好。不过你也不是毫无希望，若是将来能寻到净水谷，就能将一种气息化去，将此等后遗症消除。还有，爷爷已经让人为你四处寻购九重，此虫能在一转境界的修行中帮助古师精炼真元，提升一层小境界。如此精炼出来的真元，没有丝毫的后遗症，温养的效果更佳。谢谢爷爷。不过九重难寻呐，而且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蛊虫，传说能改变古师的资质，但是爷爷这大半辈子也只是隐约听见过风声，从未有亲眼见过。古月方正伏坐在床榻之上，双目紧闭，两手各握紧一块原石。青铜元海无风生潮，一波波冲刷着白色的峭壁。它有甲等资质，真元海占据整个空窍80%以上，本身真元的恢复速度整整是方圆的2倍。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它已经接近一转中阶。修行的时候，时间过得真快。我现在只有3块原石了，哼，每次学堂补贴的3块原石还要被哥哥拿走1块。舅父舅母虽然也会一周给他3块原石，但这哪里够？方正一心想要超越哥哥，因此数次主动找上舅父舅母求一些原石，次数多了，舅母就找他谈心，说家境困难，没有闲钱，方正也就不好意思求了。父亲母亲为了我的修行，已经尽了全力来资助我，我不能再为难他们。虽然只有3块原石，那我就节省着用。我有一种感觉，3、4天之后，我必定能晋升中阶，就是不知道哥哥那里是什么进度。方圆此时并没有睡下，古师的修行并不能取代睡眠。以往这个时候，方圆已经入眠了，但此刻他感觉到只差一丝就能踏入中阶。索性今晚就不睡了，直接冲刺中阶。给我起！再起！终于晋升中阶了，已经是上午了。方圆，你无故旷课，学堂家老要找你，跟我们走一趟吧。方圆今天居然没来上课，你们看，他的位置一直空着。他胆子怎么这么大？今天早上是学堂家老的课，他居然也敢不来。家老大人刚刚已经派侍卫去找他了，看来方圆要倒霉了。嘿嘿，待会有好戏看了。哥哥，你也太狂妄了！你这是在挑战家老大人的权威啊！不管受到什么惩处，都是你自找的。方圆啊，方圆，昨天还愁着抓不到你的把柄，今天你就主动送上门来，到底是15岁的少年，我还是高估你了。他已经想好了怎么处置方圆，就罚他站在门外3个时辰。惩罚虽然不重，但方圆带给学员的威慑力就会大降。更妙的是，对方圆的惩罚来源于学堂，无形当中又会让学员对学堂更加敬畏。只有敬畏，才会有遵从。嘿嘿，我来开门。怎么回事？呀！是方圆，是去找方圆的侍卫之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他又杀人了，上次是家奴，这次又杀了侍卫。这2个侍卫都是外姓武者，死了也就死了，学堂家老并不在乎，但关键他们是学堂的侍卫。方圆这简直是在挑衅家族学堂的权威。方圆，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最好给我一个饶恕你的理由，否则单凭你滥杀侍卫，就要关入监牢，等候家法的处决。学堂家老大人，晚辈的确有失禀告。你说，
方圆，你一错再错，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解释。禀告家老，这2个侍卫包藏祸心，其心可诛。他们在我冲击中阶最紧要的关头，强行破门而入。众所周知，古师修行不能受到干扰，尤其是冲击更高境界更是如此。不过幸好学生我运气不错，在他们闯入的一刹那，侥幸踏上了中阶。但是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方圆又紧接着道：这2个人还不承认他们刚刚犯下的错误，居然想要直接对我动手，甚至辱骂我族先祖，谎称此次行为是家老大人你的意思。学生不信，激烈反抗。这2人武艺高强，学生浴血奋战，这才将这2人击败。不过看在这2人是学堂侍卫的身份，学生并没有痛下杀手，只是一个被削断了胳膊，一个被斩切了大腿而已。虽然失血有点多，但都还没有死呢。这件事就是这样，还请家老为学生主持公道啊。他语气急促，说了一大堆。说完之后，周围的人这才慢慢的反应过来。方圆刚刚说什么？我好像没听清楚。他好像说他晋升中阶了。怎么可能？他一个丙等资质的废材，居然第一个晋升中阶，一定是骗人的。他是害怕受到学堂的惩罚，所以撒谎。你说你已经晋升到了1转中阶，方圆，这话可不能乱说。你要是现在承认错误，我还能对你宽大处理，但你要企图用谎言遮盖掩饰，那可就没那么简单了。请家老检查。不用他说，学堂家老已经走了过来，他把手贴到方圆的小腹位置，分出一缕心思投入进去，顿时就看到方圆的空窍景象。空窍里空无一股，春秋蝉已经隐藏起来，而方圆的峭壁似乎全部是由水流组成，这正是突破中阶后形成的水膜。真的晋升了中阶？这怎么可能？的确是中阶。假的吧？古师修行首要应该看资质才对，有没有搞错？丙等都能率先晋升，这让那些甲等、乙等资质的人情何以堪？这是什么情况？家老是不可能被蒙蔽的，哥哥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这也是所有学员的疑问。凭他方圆丙等资质，他晋升的怎么这么快？方圆，我希望你能解释一下，你究竟是如何晋升到中阶的？天道酬勤，学生勤学苦练，日积月累，所以水到渠成。方圆，我希望你能解释一下，你究竟是如何晋升到中阶的？正所谓天道酬勤，学生勤学苦练，所以水到渠成。骗子！要是天道酬勤，我早就第一了。还勤学苦练，我前些时候还看到他在商铺里闲逛呢。是这样吗？这个方圆不惧不畏不恐不惊，怎么可能会被我当场逼问出来？以他丙等资质率先晋升到中阶，一定有着秘密。不过我身为学堂家老，也不能强行逼问，看来只能秘密调查了。想到这里，他脸色缓和下来，但方圆却没有罢休。学生惶恐，家老大人，不知你怎么处理这2个侍卫？这2人失血过多，再不救治，可就要死了。哼，就你还惶恐？但是该如何处理呢？这2个侍卫死不了，我会让人实施救治。至于你吗？真正让学堂家老感到为难的是对方圆的处置。本来在他的计划中，方圆旷课在先，又打杀侍卫在后，按照族规就要被关进家族的监牢。但是这些在方圆晋升中阶后就不一样了。方圆他是因为修行才打杀侍卫，更关键的是他成功的晋升中阶，成为此界第1人，这就占住了大义，因此更不能对他有任何的惩处。也许其他家老可以，但是我负责学堂，就得做到公平公正，至少在表面上，这就是规矩。难道就这样放了他？我不甘心啊！事实上，这是一次学堂家老和学子方圆的一次交手。他首先抓住规矩不放，要打掉方圆的强势形象，但方圆悍然反击，借着晋升中阶的名义，立即就找回了场子。至于那2个倒霉的侍卫，不过是2人斗争中遭到牵连而牺牲的棋子罢了。学堂家老，你已经败了，你的失败就在于你的身份。学堂的家老就应该公平公正，所以我的解释你只能接受。他的话根本经不起推敲，这些侍卫都是我精心选拔的，根本不会脑残到辱骂古月先祖。他这是故意当着知情人的面在栽赃和陷害，可我却不能追究这件事。
学堂家老很清楚这是个陷阱，一旦追究，真相大白。你若不处罚我，2个侍卫如此蒙冤，你这个学堂家老处事不公，今后如何能服众？如果我惩罚了他，我这就是打压良才。为了2个外姓的奴仆就打压族中后辈，这事情传出去将会引发族人的不满。所以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才符合你学堂家老的最大利益。把这2个侍卫当作弃子，就认定这2人犯下了大错，同时对方员进行表彰。这样一来，族人们会满意，侍卫们在被蒙蔽的情况下，也会认为此举公正。学堂家老这次不仅没有压住方圆的风头，反而自己成了踏脚石，被方圆踩了一脚，当众丢了一次脸。这个方圆太可恶了！更关键的是，今后若这2个侍卫觉得冤屈，想要揭露真相，我还得第一时间把他们镇压下去。这种憋屈和逆位，让学堂家老几乎不能忍受。好小子，都是有赖学堂的栽培。